昨天呢，出了一趟远门呢，骑了一段长途，大概来回40多公里，从祈福新村呢骑到了洛溪桥下面的洛溪岛，环了洛溪岛骑行了1周，感觉不错啊。但是悲催的呢是回来发现我的相机的支架在那些乡道上蹬来蹬去啊，有一个支架呢又快要报废了，还能用啊，但是估计已经有点危险了，所以我今天又 order 了一个，过几天可能会送来啊。这已经是第3个支架了，当然我说的这个支架是其中的一部分啊，就是叫大力夹的这么一个东西，中间这个球头呢，那个球啊，它因为是跟金属粘接的，所以时间用了久，特别是你的杆身比较长的话呢，它就很容易吃到力，然后在一颠一颠的这个过程当中呢，它就会脱胶，然后呢就会不稳当啊。像上次我不小心呢，在一个河道边上，它突然就断了，就把我的相机呢摔到了地上了。那幸好那次运气不错，没有摔烂我的相机，所以现在呢我会经常检查一下这个支架那个球头啊是不是还牢固。所以看来呢，我要再找找有没有比这更好的支架。今天呢我就不去远的地方了啊，就在村里面随便骑行一下。前几天呢看到祈福新村发了朋友圈，说乌村里面啊，在祈福湖有一个小岛，其实是个小半岛，又孵化出了10个小天鹅。我就看了一下啊，就是说祈福新村呢，为了增加一些这个情趣啊，也让大家感觉跟大自然更接近，所以在1997年的时候呢，采购了几个天鹅，当然都是黑天鹅，大概有10来只，就曾经呢经过不断的繁衍，大概有200来只之多，但是后来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呢，有些就死掉了不少。那也经过了很多年，变成只有10来只。所以呢，我们每次到祈福湖去闲逛的时候，就会发现，虽然湖里有几只黑天鹅，虽然没有数过，但是应该不超过10只。但这次呢，就传来了喜讯，说去年孵化的几只小天鹅，今年呢已经生蛋，当了爸爸妈妈了。说这次啊，一下子孵出了10只小天鹅，当然现在还小啊，在这些饲养人员的精心照料之下，相信还没有办法跟大家见面啊。但是呢，过几个月说不定它就可以游到湖上啊，跟着这天鹅爸爸妈妈呢一起展示它的美妙的形态啊，给村民们带来一些欢乐，大概是这么一件事啊。所以我今天呢也就到湖边去骑一骑，虽然应该是看不到这些小天鹅的。
骑到这边呢，已经到了3号线的终点站了，而这边呢，全部已经打开了，变成了一片空旷的区域。而以前好长时间呢，都是有个围墙拦在这里的。那我看看这边呢，好像就是一个停车场。但以前说的呢，这跟村巴有关的一个类似一个 terminal， 一个终点站啊，但具体到底干什么呢，也不清楚。现在变成大家在这边活动打羽毛球的地方了。其实这里面呢，还是有一个很深的坑啊，不知道算不算一个湖。但这些栏杆都拦上了啊！本来想进到里面去看看，这说明呢，起伏不断的会有些变化啊，修修改改的地方还是挺多，甚至在某个地方呢，我还看到要建一个新的学校这样的张贴的通知等等。现在我进到这个里面啊，就看看到底是干什么。这个工程好像没有完工，我只是来看一看啊。这个后面啊，原来是一个湖啊。但我不清楚这个湖是属于起伏的村内的湖吗？还是已经到了外面了？就外面那条路呢，我骑行了很多回，就是莲花大道啊，就这么一条道，一直骑到前面呢，就可以接到鱼山西路上去，还挺不错的一段啊。看来这是一个店房。边影是在雾村里面啊，有些新的这些建筑物啊，它的用途，作为村民有时候还是有点兴趣。但是我觉得这个后面这个湖倒是不错，如果多一些水的话，说明这里边还可以变成一个游玩的地方。所以在这边啊，我升高一点就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个湖，在外面的马路里面啊，可以变成一个鱼塘。很多人在这边就利用这个空地变成一个玩乐的场所了。但感觉还有很多的一些材料放这边，还没有完工。最后完工以后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？到时候再来看吧。
今天呢还是阴天啊，气温也比较低，10来度啊。这也是春天以后啊，广州又经历的一次寒潮。当然，再怎么冷呢，也就是这个样子。过几天呢，就说又要暖了啊。现在呢，我已经来到了祈福湖的附近了。等一会儿呢，准备到湖边去走走，哪怕是推着车。祈福呢，得天独厚，有这么一个像花园一样的场所，就是以祈福湖为中心啊。据说有600亩，当然我相信这个600亩呢，不一定是水域，而是把边上这些绿地都算上了。但600亩呢，还是蛮大的了。所以在这样的一块地方啊，让这些居民可以在这边啊做些活动啊。像我现在呢，就是面对的祈福湖这个地方呢，有一块可以踢球的地方。更多老百姓呢，其实就是闲坐啊。当然天气好一点的时候呢，很多人愿意在这边打牌。还有呢，就是唱歌跳舞的。今天人不少哎，很多人在这边打牌、下棋。这边看到一只鸟啊，很漂亮的一只小鸟。看到前面那个栈桥下面呢，有好多只黑天鹅，数一数大概有5、6只之多。这个就是祈福湖。看多少人在这边玩牌。只是今天的水啊，非常的浑浊啊，虽然里面也有一些红的鲤鱼。爸爸，我想去前世人类前世人类里玩。玩什么？玩那攀爬架呀。人就跟那小乌龟。你看这个湖里呢，有一只受了伤的黑天鹅，这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？你看它那些羽毛啊，
它好像出了一些问题。而边上呢有好多的鱼啊，这些鱼倒是蛮大，只不过今天这个水非常的浑浊啊，不清晰。然后这附近还有好几只天鹅，前方呢有一些白鸭，还有一些说不上颜色的那种灰灰的鸭子啊，就感觉起伏的这个生态还是不错的，有流水，有那些小动物啊。有一段时间没到祈福湖这边来走一走了啊，今天就当是一个闲逛。而且今天湖边人特别多，因为今天是礼拜天呢。湖边的肯特基 KFC 也开张了。这边还有瑞幸咖啡，把那花生放进去。还有卖烧腊的店，哦，还有卖馒头的店，当然也少不了哈罗生鲜超市。这边开了一个超市，最早的时候呢是老朋友餐厅，这门口也摆了一些摊啊，我觉得也不错，搞一些这种小的商业啊，可以给周边的这些居民带来一定的方便啊，也让到湖边来闲逛休闲的村民们呢，可以就近买一些吃的东西，我觉得挺好的。我相信啊，如果从天空放一个无人机来拍一拍祈福村内的这种情况，应该说这些房子都是掩隐在大树下面，或者是在绿色旁边的。你说它是一个公园也不为过。所以人的这个居住环境啊，最好的就是亲近自然，能和自然融为一体，那是最佳。不但要有植物，还要有动物。我家的窗台呢，经常会飞来一些鸟儿，上次有几只喜鹊飞来啊。而邻居家的猫咪呢，也喜欢到阳台上来串门。虽然呢，这个家里的纱窗平时也不敢开呀，因为呢，还是有很多的蚊子或者其他的小飞虫。
边有一个什么体育俱乐部啊，入驻祈福，大家在这边打球。有时候我也会看到一些小朋友在这边，在一些教练的指导下面练球。这边呢，洗车忙，大家现在都自己洗车了。洗一次呢，应该不超过10块钱啊。但你如果到外面洗车店去洗的话呢，就是40-50块。所以现在大家越来越算这个经济账了啊。你看啊，这边望过去，整个墙啊都被绿植覆盖了，而左侧的这些树木啊都已经成林，一直连绵到湖畔，所以这样的感觉呢是非常不错啊。所以这条路就叫环湖北路。其实今天呢，我还去五金店买了一个比较长的8角螺丝的扳手，就是我这个车把，它有时候好像会松。我家里的那个起子呢，这个力臂太短，使不上劲啊。就好几次我骑到一些比较颠的马路上呢，这个车把就会稍稍的移位。然后呢，就会造成在折叠的时候呢，它没有办法完全收起来，就会撞到车轮。所以我今天专门到五金店去买了一条长柄的把手，重新拧紧了螺丝啊，我相信已经拧得最紧了。所以我也骑出来再试下车，看看它还会不会松动啊。因为以前曾经有过一回啊，可能好久没有去拧螺丝了，在经历一个高出来的路面的时候呢，整个车把突然就向前面倒了很多，那幸好没有把人给掀下来。所以从此之后呢，就会定期的要拧紧螺丝，然后看看哪些地方会出现松动的地方呢，一定要把它重新上紧，这个可不是闹着玩的啊。
今天呢，我其实已经第2次出来骑行了啊。因为上午呢，我专门去了五金店，就是骑着车去买一个长的扳手，回来呢折腾了一下我的单车。现在呢是第2次出来骑行。刚刚说了啊，一个呢就是来试一下这个车的车把会不会移位啊？因为这个车把如果移位的话呢，是有安全隐患的。另外呢，就是到湖边去走走，就是看看湖里的那些鱼啊、天鹅、鸭子啊等等。但我觉得呢，其实还是可以养得更多一些啊，因为这些植物啊、动物啊，它们都是自我繁殖能力很强的，但是可能也需要有专门的人来照料它们。我突然想到啊，前段时间去英国看望我的朋友，他就带着我去到了一个庄园啊，我记得名字叫 Leeds Castle 啊，这么一个地方。里面呢也有好几片湖区，在这个湖里面呢也有黑天鹅，但更多呢是各种各样的野鸭啊。我相信有些呢可能是在这边饲养的，但是也有很多呢应该就是飞来的，就成了一个候鸟的聚集地了。就这种感觉特别棒。再加上呢北方嘛就有很多的大雁啊，就这些大雁呢肥墩墩的，无论是在加拿大、美国还是英国等地啊，我们几乎随处可见这些大雁。湖景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候鸟。就我觉得中国现在不管怎么说，物质生活呢是有了提高，接下来呢也在致力于美化环境啊。那我觉得如果要看这个结果的话，那就是那些候鸟会不会飞来，然后有更多的这种来来往往的候鸟、野鸭啊等等。那么你的居住环境边上呢有更多的这种动物啊，那我觉得这些呢就是人和自然一种和谐的状态。好了，今天呢我就不做运动性的骑行了，只是舒适性的闲逛啊，不使什么劲。然后呢回去看看我的单车的状态。现在呢悠哉的回家去。我回去简单的剪辑一下，也把它分享出来，就是在祈福过退休生活的一种状态啊。今天早上呢，还有一位香港朋友看了我的影片，给予我的点赞，也加了一些评论，我们还做了一些交流。我觉得应该大概都是年龄差不多的人物啊，都有共同的感触，就是人越老就越要运动，就要让自己的身心呢处于一种愉悦的状态啊。同时呢，保持身体的活力，只有这样呢，才可以享受余生。同时呢，也尽量的不给家人、给自己的子女添麻烦。我觉得都是为了这样的目的。那我呢，也希望我的朋友们大家健康。谢谢大家的观看，再见，拜拜。